上一集我们在梅山宿营，在银海之上迎接黎明，在篝火旁度过了难忘的夜晚。这一集我们向泰国最高峰茵他侬山出发，我们将徒步昂卡苔藓森林，挑战壮丽的乔梅潘山脊小径，拜访雄伟的双塔，最后在梯田农庄的木屋中住一晚。离开梅山营地，沿着山路驶向茵他侬山。我们看到一位老奶奶独自走在陡坡上，扛着满满的花物。我们停下来邀请她踏顺风车。原来她是前方路边小摊的老板。我们买了她自制的香甜晒干香蕉，好吃，如果你经过记得跟奶奶买。我们向山顶驶去，一路两旁竟然盛开着粉润的樱花。抵达茵他侬国家公园山顶，我们先往昂卡自然小径走去。这条小径穿越一片令人叹为观止的银雾苔藓森林，整片森林树干上被厚厚的青苔覆盖着，蕨类植物随处可见。空气清凉而湿润。昂卡小径是一条600米的轻松森林木板环路步道，适合全家大小或不擅长爬山的朋友。一流大约45分钟至1小时的时间，慢慢享受这条森林小径。清晨薄雾弥漫时最佳。这里不需要向导，门票已包含在国家公园门票内。茵他侬山国家公园门票泰铢300，允许你访问多个区域，包括瀑布、山顶和自然步道。虽然经常用于一日游，但我问了售票员，他说理论上可以有效3天，从而允许旅客进行更深入的探索。到达现场后，请向售票员确认。走完昂卡自然步道，穿过马路，对面有一些咖啡馆，你可以在那里买些饮料和吃点东西。旁边就是通往山顶的小路。泰国之巅，在山顶矗立的白塔里，安放着兰纳王朝统治者因他维差雅人王的骨灰，也是茵他侬山名字的由来。这里不仅是泰国的最高点，也是历史与自然交汇的地方。然后我们去了泰国国家天文台。茵他侬山的高海拔和清澈空气，让这里成为了天文观测的绝佳地点。接下来是这趟旅程最期待的一段，一条沿着山脊展开的云端步道，必须由当地苗族向导带领进入。出发前，每个人都会拿到一根竹杖。我们的向导是一位年轻女孩，一路热情地和我们分享森林里的知识。步道的第一段穿过一片森林，苔藓、蕨类植物和清新的山间空气，让森林充满生机。这里的瀑布象征着雄伟的河流的源头，也就是平和的源头。这里几乎没有阳光能照射到地面，如果你清晨来的话，或许会看到森林里弥漫的雾气。进入第2阶段，眼前固朗开朗，宽阔的高山草甸铺展在面前，雨季时是翠绿一片，
旱季当草木枯萎时，侧化为金黄色调。这里覆盖着的有些是喜马拉雅山区的典型植物，海拔2200米，被许多人称为泰国最美的山景路线，感觉就像漫步云端。第8站是观景台，是全程最惊艳的拍照点。从这里可以眺望连绵不绝的群山，天气好的时候，视野可以延伸几十公里。如果想看日出和早晨的云海，最佳时间约为早上6点40分。我们从最高点往下走，走向山脊狭窄的一段。左侧阳光普照，右侧则是云雾缭绕的悬崖。山坡延伸向茂密的栗林，至堕入深谷。途中，我们的向导停下来，指着一些奇特的岩石构造，突出岩层前的一块心形岩石，成为了情侣们到访该地区的标志性景点。如果运气够好，你可能在这里可以见到喜马拉雅斑羚，一种生活在峭壁间的山羊型野生动物。我试图寻找，但没有成功。但我们有幸看到一些本地野生鸟类。向导也为我们摘了些在这海拔高度上生长的野生蓝莓，小小的，味道酸甜。这是山脊最狭窄的一段。桥在泰文中正是山脊的意思，这也是小径名字的由来。山坡上盛开着火红的杜鹃花，为山脊增添了一抹浓烈的色彩。Kew Mae Pan Trail. Yeah. Number 12. We have 3 more. 3 more. 看记得。这里我顺便提醒大家几个必备事项：记得带充足的水，穿长袖上衣、长裤和外套，运动鞋。手机或相机要充满电。下坡前可以遥望国王和王后的2座金塔，然后第3阶段重新走进森林。
到达终点前的第15站有一处木质观景台，坐在那里，你可以闭上眼睛，聆听风声、鸟鸣和潺潺流水声，感受大自然的珍贵。徒步结束后，我们骑车下山，来到茵他侬山的另一个标志性景点，2座宏伟的皇家金塔，是为纪念普密封国王和斯利吉王后6时华诞而兴建。园区内花园精心修缮，站在这里，茵他侬国家公园的连绵山脉尽收眼底。离开茵他侬山，我们前往今晚的住所。这是我们这趟旅程中令人期待的住宿之一。农庄坐落在层叠的梯田之中，每座木屋各带有私人露台，可以俯瞰整片山景。房东科威特热情好客，让我们一到达便有宾至如归的感觉。木屋内部温馨朴实，简单而精致。躺在床上，窗外就是连绵的梯田与远山，这种感觉真的无法言喻。没有城市的噪音，只有风、虫鸣，还有慢下来的时间。我们在小屋前静静欣赏夕阳徐徐沉落在山丘后，天边渐渐展红的晚霞。晚餐由科威特的妈妈亲自下厨，地道的家常菜，丰盛美味，充满爱心，是我这趟旅程中吃到最满足的一顿饭。等到夜幕降临，抬头仰望，满天繁星铺展在头顶，在这里才真正懂得什么叫星河灿烂。隔天早晨，我醒来后感觉神清气爽。我很久没有睡得这么好了。最让人放松的不是床，而是这里彻底的安静。清晨，我坐在露台，看着晨雾一层层地飘过眼前的梯田，时间像变慢了一样。之后，我们在梯田间漫步。是啊，发现蛇脱下来的皮，还有一些野生莓果。早餐过后，我们走到对面科威特妹妹开设的小咖啡馆，一杯热腾腾的手冲咖啡，配上眼前的山景，我想我可以这样坐着一整天。上午11点，是时候继续前行。我们离开前，科威特还热心地告诉我们一条捷径，可以省去约30分钟的驾驶时间，直接回到茵他侬山方向前往梅温。这里留下的记忆会长久停驻心间。
如果您计划来清迈，一定要把茵他侬山和科威特农庄加入你的行程，我保证你不会后悔。